第一课，探索世界。我喜欢旅行，那里总有一些新颖而引人入胜的东西需要发现。我完全同意，探索不同的文化和体验新的地方非常丰富。绝对可以，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欣赏世界的多样性。确实如此，无论是参观历史地标还是品尝当地美食，每一次旅行都是成长的机会。我完全同意。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能从每一次新的冒险中学到很多东西。确实，旅行使我们能够走出舒适区，拥抱未知的事物。正是在那些探索时刻，我们经常会找到最难忘的经历。这就是旅行的美妙之处，它使我们对世界奇观大开眼界。它不断提醒我们，总有更多值得发现和欣赏的地方。第二课，购物和销售。买新东西感觉很满意，你不觉得吗？有可能，尤其是当你找到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时。没错，你在销售季节购物过吗？是的，我愿意。这是找到优惠价格并节省一些钱的绝佳机会。我同意，遇到你关注过的打折商品总是令人兴奋的。但是，重要的是要谨慎购物，不要被销售所迷惑。这是个好观点。有时，销售的诱惑会导致冲动购买。没错，必须考虑该物品是否是你真正需要或将要使用的东西。明智的建议，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价值和质量，而不是价格标签。绝对可以。这是关于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注意我们的消费习惯。让我们成为聪明的购物者，购买真正能给我们带来欢乐并达到目的的商品。同意，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对待自己和承担责任之间找到平衡。说得好，这是在享受偶尔疯狂购物的同时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第三课，旅行计划。我正在计划旅行，我正在寻找往返机票或单程票。我打算待2周。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你在考虑任何特定的目的地吗？我正在考虑去巴黎，它在我的遗愿清单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巴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你检查过航班选项吗？还没有，我正在尝试在往返机票还是单独预订单程机票之间做出决定。往返机票可能更方便，而且通常会提供更优惠的价格，但是单程票可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确实如此。如果我决定延长逗留时间或更改计划，灵活性可能会有所帮助。请记住，单程票有时会更昂贵，尤其是在最后一刻预订时。好主意，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会考虑成本和所需的灵活性水平。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明智的方法。如果您在航班搜索方面需要任何帮助，请告诉我。会的，谢谢你的建议，我等不及要开始这次冒险了。第4课，休息。白天休息很重要，我一定要离开工作，恢复精力。这是个好习惯，休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幸福感。绝对可以，它可以帮助我清醒头脑，重新集中精力完成任务。你通常需要多长时间休息？我尽量每隔1-2个小时短暂休息一次，大约5至10分钟来伸展身体或吃点零食。这是个好方法。重要的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为其提供所需的其余部分。我发现休息还可以提高我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真的。远离任务可以让你的思想得到放松，并想出新的想法。没错。此外，休息可以防止精疲力尽，并有助于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记得优先考虑自我保健，并将休息时间纳入日常生活。我会的，谢谢你的提醒。休息时间对提高工作效率和幸福感至关重要。第5课，早餐选择。是的，我有麦片和咖啡。你呢？早餐时，我通常会吃吐司和一杯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而简单的早间例行程序。是的，它可以帮助我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我喜欢麦片带来的便利，也喜欢咖啡带来的能量提升。麦片是一种快速简便的选择，咖啡确实可以让人充满活力。你有没有改变过早餐的选择？偶尔，周末我会吃酸奶加水果或炒鸡蛋。在日常早餐中增加一些多样性是个好主意。尝试不同的口味和质地以保持趣味性总是件好事。我会牢记这一点，并探索新的早餐选择。第6课，问责制与变革。追究自己的责任有助于实现目标。当然，问责制可以使我们保持动力和专注力。我一直想开始新的锻炼习惯，我想我会试一试的。这真是个好主意。你在考虑什么样的运动？我正在考虑从慢跑开始，或者尝试一下健身课。这2个选项听起来都很棒。找一些你喜欢的东西，让它更具可持续性。我同意。从长远来看，享受是坚持新习惯的关键。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做一些锻炼。我们可以追究彼此的责任。那太棒了，有个锻炼伙伴肯定能帮助我保持正轨。和朋友一起锻炼总是更有趣，更有动力。开始吧。谢谢你的提议，
我们将共同做出积极的改变，实现我们的健身目标。第7课，选择目的地。下一次郊游我们应该去哪里？有任何想法吗？附近的国家公园怎么样？这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地方。这听起来是个好建议。我听说过关于它的精彩消息。它提供了壮丽的景色，有远足路线，还有机会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我准备去户外探险了。我们去国家公园吧。太棒了！我们可以打包一些零食，在风景秀丽的环境中野餐。这是个很棒的计划。我一定要带一条毯子和一些三明治。也别忘了带水瓶和防晒霜，我们需要它们来徒步旅行。当然，安全第一。我会列出一份清单，确保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第8课，摆好桌子。别把它洒出来，帮我摆桌子，好吗？当然，我很乐意提供帮助。你需要什么帮助？你能把厨房里的盘子和餐具带过来吗？当然，我会马上把它们拿过来。还有别的吗？是的，你在那里的时候还能拿起餐巾和眼镜吗？认为它完成了。我会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吃的。谢谢你的帮助，非常感激。不客气，团队合作使事情变得更轻松、更愉快。事实上，我们可以共同创造美好的用餐体验。一切都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所有人叫到桌边。太棒了，是时候享受我们的美食并一起度过美好时光了。第9课，求职面试。你曾经接受过求职面试吗？我很好奇。是的，我过去曾接受过几次求职面试，这可能非常令人不安。我能想象，你是如何为这些面试做准备的。我对公司进行了研究，练习了常见的面试问题，并穿着专业的衣服。这很聪明。你觉得面试对找到工作有帮助吗？一些面试带来了工作机会，而另一些面试则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我明白了，以积极的心态对待面试是件好事。绝对可以。每次面试都是展示你的技能并从过程中学习的机会。在为即将到来的求职面试做准备时，我会记住这一点。第10课，前往机场。在你的航班起飞前2小时，我应该直接去值机柜台吗？提早到达是个好主意，但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些事情。在前往值机柜台之前，我应该考虑什么？首先，请确保您准备好护照和必要的旅行证件。对，我会仔细检查，以确保我有所有必须的文件。
此外，还要考虑交通状况和任何潜在的延误。确实如此，我会考虑一些额外的时间，以防意外延迟。检查您的航空公司是否有任何特定的登机手续也是一个好主意。为了使过程更顺利，我一定会查一下。最后，考虑任何其他安全措施并做出相应的计划。谢谢你的提示，我一定要为我的飞行做好充分的准备。不客气，安全旅行，祝您旅途愉快。谢谢，我回来的时候见。第11课，深思熟虑的加法。他们一定会很感激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我们家的贴心补充。我同意，为我们的客人创造一个温暖而温馨的环境很重要。绝对可以。添加个性化风格可以使他们感到更加舒适和有价值。正是这些小事可以大大改变他们的体验。我认为，当他们看到我们准备的东西时，他们会感到惊喜。我相信他们会的，这表明我们已经为他们的住宿付出了深思熟虑和努力。能够让他人感到特别和被关心真是太好了。当然，营造积极的氛围对我们的客人和我们都有好处。我很高兴我们花时间把我们的家变成一个温暖而温馨的地方。第12课，追求更好的机会。我一直在考虑探索新城市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有时候，风景的变化可以打开大门。没错，不同的城市可能提供不同的行业和职业前景。研究这些城市的就业市场和网络可能是有益的。我已经开始研究潜在的城市及其就业市场。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它将帮助您做出明智的决定。我相信扩大我的视野可以促进个人和职业发展。我同意，迎接新的挑战可以带来令人兴奋的机会。可能有点令人生畏，但我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的冒险了。请记住，我会在这里为你的每一步提供支持。谢谢你，安娜，你的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第13课，探索西班牙。我住了1个星期，探索了巴塞罗那、马德里和。这听起来像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你最喜欢那些城市的什么？巴塞罗那拥有令人惊叹的建筑，马德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听说巴塞罗那以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你参观过任何著名的地标吗？是的，我参观了巴塞罗那的圣家堂和古埃尔公园，它们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都是标志性的地标。马德里怎么样？你在那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对我来说，充满活力的街头生活和普拉多博物馆是马德里的亮点。
我一直想参观普拉多博物馆。你看过任何著名的艺术品吗？是的，我看过韦拉斯开兹、戈雅和埃尔格列科等艺术家的杰作，太令人敬畏了。听起来你在探索西班牙的艺术和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当然，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我等不及要回去探索更多了。第14课，保持专注。我们需要为我们的项目设定一个总体目标。没错，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将有助于指导我们的努力。这将确保我们走上正轨，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我们应该定义具体的里程碑和任务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将其分解为较小的步骤，将使其更易于管理。同意，它将帮助我们保持注意力并监控我们的进展。定期检查和评估对于保持一致也至关重要。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此过程中进行调整，以确保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是的，灵活性对于适应可能出现的任何挑战或变化非常重要。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有针对性的方法，我们就能取得成功。我对我们合作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充满信心。第15课，咖啡馆选项。有很多咖啡馆可供选择，我敢肯定他们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如今，大多数咖啡馆都提供各种饮料和小吃，以满足不同的喜好。有选择真是太好了。有些人可能更喜欢咖啡，而另一些人可能喜欢茶或冰沙。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考虑不同的口味和饮食限制。我很高兴咖啡馆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为有饮食限制的人提供了选择。很高兴知道，这表明他们关心为所有客人提供积极的体验。有一个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地方，真是太好了。当然，它增加了整体待客之道，使客人感到被重视和满足。我很感激咖啡馆加倍努力，确保每个人都感到宾至如归。第16课，需要冰。不，这对客人来说是免费的，他们根据要求提供冰块。很高兴知道，对于可能需要冰来喝饮料或其他用途的客人来说，这很方便。是的，这是一个小细节，但它可以改变整体宾客体验。我还需要一个冰桶来装我带的一瓶葡萄酒，我可以申请一个吗？当然，只要让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应该能够为你提供一个冰桶。感谢您提供的信息，我一定要一个。不客气，尽情享受您的葡萄酒。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请告诉我。第17课，为旅行做准备。我们应该为旅行打包一些必需品，水，也许还有一些能量棒。
这是个好主意。旅行时保持水分并随身携带零食会有所帮助。保持精力充沛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要探索或参与体育活动时。绝对可以，我一定要把这些物品带到我的背包里。太棒了！做好准备并随身携带一些必需品总是件好事。我还会带一个小急救包，以防出现任何轻伤或紧急情况。这是个聪明的主意。旅行时，安全应始终是重中之重。第18课，选择一个热带岛屿。我们下次度假的热带岛屿怎么样？有很多选项可供选择。我喜欢这个主意，在美丽的岛屿上放松听起来像一场梦。我们可以享受原始的海滩、清澈的碧绿海水和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这将是逃离我们忙碌生活的完美方式，也是放松身心的机会。此外，还有很多活动，例如浮潜、徒步旅行和探索当地文化。确实如此，在岛屿度假期间，我们可以将放松和冒险相结合。我们应该研究不同的目的地，找到一个能提供我们正在寻找的体验的目的地。当然，我们可以比较成本、可及性和每个岛屿的整体氛围等因素。一旦我们缩小了选择范围，我们就可以计划细节，让它成为一个难忘的假期。第19课，照顾植物。我最近一直在照顾一些植物，我也应该给它们施肥吗？是的，给植物施肥可以帮助它们为生长提供必需的营养。明白了，我想确保它们茁壮成长并保持健康。肥料可以补充土壤的养分，促进根系更强壮，树叶茂密。你对我应该使用的肥料类型有什么建议吗？这取决于你拥有的特定植物，不同的植物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肥料。我会做一些研究，为我的每种植物找到合适的肥料。这是个好主意。重要的是要考虑他们的个人需求，并按照申请说明进行操作。我想尽可能的照顾我的植物，谢谢你的建议。第20课，走出舒适区。我一直在考虑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可以带来回报。绝对可以。探索新体验和面对挑战可以带来个人成长和发现。起初可能令人生畏，但成就感使其值得。尝试新事物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能够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人们很容易陷入熟悉的生活中，但拥抱变化可以带来令人兴奋的机会。冒险和突破界限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就和难忘的时刻。即使我们在此过程中跌跌撞撞，我们也可以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并发展新技能。
重要的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和学习和适应的意愿来面对新的体验。我完全明白，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可以促进个人和职业发展。第21课，选择可持续的大学。是的，我一直在研究以可持续发展项目闻名的大学。太棒了！在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大学接受教育值得称赞。我认为支持优先考虑环境责任的机构很重要。绝对可以。看到大学采取措施迈向更绿色的未来，令人鼓舞。我发现有几所大学提供全面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和举措。太棒了！考虑课程、校园实践和社区参与等因素至关重要。我同意。我想就读一所符合我的价值观并提供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的大学。你正在做出有意识的选择，通过教育走向更可持续的未来。没错，我希望为可持续发展工作做出贡献，并成为一个有着相同激情的社区的一员。研究以可持续发展项目闻名的大学，将帮助您找到合适的人选。我对在可持续学习环境中学习和成长的可能性和机会感到兴奋。第22课，深吸一口气。我理解这种感觉，有时候生活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这是真的。在紧张的时刻，记住深吸一口气很重要。花点时间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注意力，找到平静的感觉。深呼吸可以带来清晰感，帮助我们以更清晰的心态应对挑战。很容易陷入混乱，但是深吸一口气可以让我们停下来集中精力。呼吸练习还可以帮助减轻压力和促进放松。将正念呼吸技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对我们的整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记住，呼吸可以成为驾驭人生起伏的简单而强大的工具。因此，让我们一起深吸一口气，以新的力量和韧性面对所发生的一切。第23课，给植物浇水。我会记住的。我应该多久给它们浇一次水？浇水频率取决于植物类型、大小和环境条件等各种因素。我明白了。那么，没有给所有植物浇水的通用规则吗？不，最好单独评估每种植物的水分需求。我怎样才能确定何时该给植物浇水？你可以通过将手指伸入土壤约1英寸深来检查土壤的湿度。如果土壤在那个深度感觉干燥，这是否意味着我应该给植物浇水？是的，如果土壤感觉干燥，这通常可以很好的表明植物需要浇水。对于不同类型的植物，有任何具体的指导方针吗？
是的，有些植物喜欢在浇水之间稍微变干，而另一些植物则需要持续潮湿的土壤。我一定要研究每种植物的浇水需求。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在不过度浇水的情况下，提供充足的水是至关重要的。过度浇水会导致根腐病。我希望我的植物能够茁壮成长，所以我会注意它们的浇水需求。感谢您的指导。第24课，寻找可爱又实用的物品。当然，我想找到既可爱又实用的东西。拥有不仅实用而且具有视觉吸引力的物品总是很棒的。我相信，用美观的东西包围自己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绝对可以。拥有能够反映我们个人风格和品味的物品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正在寻找不仅可爱而且具有实用用途的产品。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在风格和功能之间取得平衡很重要。我喜欢发现独特而富有创意的设计，这些设计也很实用。如今，有许多兼具可爱美学和实用性的选择。探索不同的商店和在线平台以找到这些完美的物品，真是令人兴奋。在选择可爱又实用的物品时，记得考虑自己的需求和偏好。我会记住的。当我们找到既具有视觉吸引力又实用的物品时，这是两全其美的选择。第25课，购买衬衫。我找到了几件很棒的衬衫。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是的，我设法在购物清单上找到了所有东西。当你找到你需要的东西时，总是令人满意的。太棒了！当你成功的购物之旅时，这是一种很棒的感觉。绝对可以。找到合适的物品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并增强我们的个人风格。我很高兴我找到了一些我真正喜欢的衬衫。在我的衣橱里添加新单品总是很不错的。选择能让你在穿着时感到舒适和自信的物品很重要。当然，我相信我们的服装选择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自我认知。确实如此。当我们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时，它会对我们的整体前景产生积极影响。我一定要好好保养我买的衬衫，这样它们才能更耐用。这是个好主意。适当的保养和保养可以帮助延长我们衣服的使用寿命。我迫不及待地想穿上这些新衬衫来展示我的个人风格。第26课，加密连接。我遇到了一些带有加密连接的网站。好吧，我会记住的。太棒了！加密连接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在线隐私和数据安全。加密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加密会破坏我们通过互联网发送的信息，使未经授权的各方无法读取这些信息。那么，它为我们的在线活动增加了一层安全吗？
是的，加密连接可确保我们的敏感信息，例如密码或财务详细信息，得到安全传输。这很重要。我想确保我的个人信息在我上网时是安全的。绝对可以。使用具有加密连接的网站是保护数据的明智之举。是否有任何指标可以显示网站是否有加密连接？是的，你可以在网站的网址中查找挂锁符号或 HTTPS， 这些表示连接是安全的。我将更加关注这些指标，以确保我的在线安全。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注意加密并采取预防措施，可以帮助保护您的隐私。我很感激这些信息。从现在起，我将更加谨慎地对待我的在线活动。第27课，选择旅行目的地。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下次旅行你在考虑哪个国家？是的，我正在考虑探索一个新的国家，但我还没有决定。这是可以理解的。有很多选项可供选择，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是的，我同意。世界上有许多美丽而多样的目的地可供探索。重要的是要考虑你想在旅途中体验什么。绝对可以。不同的国家提供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景点。你有没有想过在旅途中想做什么样的活动？是的，我有兴趣沉浸在当地文化中，品尝当地美食，探索历史遗迹。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你将有机会体验这个国家的丰富遗产。我也在考虑自然奇观和户外活动，例如徒步旅行或参观国家公园。太棒了！大自然可以提供很多东西，它可以是一种恢复活力的体验。我会做一些研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缩小选择范围。花点时间，享受探索不同目的地的过程。我相信你会找到最适合你旅行的国家。第28课，选项让人不知所措。是的，但是有很多选择，我不知所措。面对众多选择时，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首先，考虑您的优先事项以及对您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有道理的。我需要弄清楚哪些因素对我的决定最重要。您可以为每个选项创建优缺点列表，以帮助您对其进行评估。这是个好主意，它将更清楚地说明每种选择的优缺点。你也可以向在你正在考虑的领域有经验的人寻求建议。确实如此，听取他人的观点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并帮助我做出明智的决定。请记住，花点时间，不要急于做出选择是可以的。我会记住的。
重要的是给自己留出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来做出我有信心的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选择最符合您的价值观和目标的选项。谢谢你的建议，我会退后一步，评估我的选择，然后做出适合我的决定。第29课，检查土壤适宜性。另外，请确保土壤适合种植。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土壤的质量会极大地影响植物的生长。我们如何确定土壤是否合适？一种方法是进行土壤试验，它可以提供有关土壤的 pH 值、养分含量和质地的信息。这听起来很有用。我们如何进行土壤试验？园艺商店提供土壤测试套件，它们通常附带有关如何收集样本和解释结果的说明。那么，我们从花园的不同区域收集样本呢？是的，建议从不同地点收集样本，以获得对土壤的代表性分析。一旦我们有了结果，我们如何知道土壤是否适合特定的植物？不同的植物对土壤的要求不同，你可以研究你想要种植的植物的理想 pH 值范围和营养需求。这是有道理的。通过了解植物的要求，我们可以确定土壤是否需要任何改良。没错，有时土壤可能需要额外的养分或调整 pH 值才能为植物生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在开始我的园艺项目之前，我一定要进行土壤测试，这对工厂的成功至关重要。第30课，探索卡姆登市场。一定要探索卡姆登市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卡姆登市场，这听起来很有趣，是什么让它与众不同？卡姆登市场以其不拘一格的商店、摊位和街头小吃摊而闻名。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生动而多样的购物体验。是的，它是另类时装、复古物品和独特艺术和手工艺品的中心。我喜欢通过各种产品探索市场，发现独一无二的宝藏总是令人兴奋的。卡姆登市场也以其现场音乐表演而闻名。您经常可以找到街头表演者和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来招待游客。这为购物体验增添了额外的娱乐气息。绝对可以，它营造出充满活力和活力的氛围。我一定会把卡姆登市场列入我的旅游景点清单，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必去的目的地。我相信你会度过愉快的时光，探索市场，让自己沉浸在充满活力的氛围中。第31课，选择图像质量好的相机。我想要一台图像质量好的相机，你有什么建议吗？有很多不错的选择可供选择，你考虑过你需要的拍摄模式吗？是的，
我想要一台具有多功能拍摄模式的相机来拍摄不同类型的场景。这很重要。不同的拍摄模式允许您调整特定条件的设定，例如弱光或快速移动的拍摄对象。没错，我希望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捕捉到清晰锐利的图像。您可能还需要寻找具有手动模式的相机，它们可以更好地控制光圈、快门速度和 ISO 等设置。手动模式对于创意摄影和尝试不同的技术非常有用。绝对可以，它使您可以自由探索自己的摄影技巧并获得理想的效果。除了拍摄模式外，我还看重良好的图像质量。哪些功能促成了这一点？寻找具有更大图像传感器的相机，因为它们往往能产生更好的图像质量，并且在弱光条件下表现良好。很高兴知道，在研究不同的相机型号时，我会记住这一点。此外，还要考虑镜头质量，因为它在图像清晰度和清晰度中起着重要作用。镜头质量至关重要，我一定要阅读评论并收集有关我感兴趣的相机可用镜头的信息。第32课，分散条款。你为该项目提出的条款似乎有点简短，我建议在更长的时间内将其分散开来。我理解你的担忧。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有效地完成每个阶段。没错，通过延长时间表，我们可以为每个阶段分配足够的资源和注意力。分散条款还可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以防出现意想不到的挑战。这是一个合理的观点，留出一些缓冲时间来适应不可预见的情况总是明智的。此外，更长的时间表可以为全面的测试和质量保证提供空间。测试对于确保项目符合所需标准和正常运行至关重要。通过延长期限，我们可以优先考虑质量，避免匆忙完成重要任务。我相信，从长远来看，更长的时间表将使该项目受益。为成功做好计划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潜在风险至关重要。第33课，研究和检查评论。绝对可以。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研究位置并查看评论。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收集信息和反馈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研究位置使我们能够了解其特征、景点和任何潜在的挑战。必须知道会发生什么，并为我们的旅行或项目做出相应的计划。查看评论可以让我们从已经体验过该地点或使用过该服务的人那里获得见解。阅读评论可以提供有关质量、可靠性和客户满意度的宝贵信息。重要的是要考虑一系列评论以获得平衡的视角。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多位审阅者提到的任何常见模式或问题。
通过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检查评论，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情况，并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同意，这是确保我们的体验符合我们期望的积极方法。让我们从在线研究和阅读信誉良好的来源的评论开始，这将帮助我们做出最佳决定。第34课：拥抱魔法。你不会后悔的，太神奇了。这听起来很有趣，是什么让它如此特别？我所指的地方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氛围，吸引了所有来访的人。我喜欢探索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神奇地方。这个特殊的位置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和难以形容的宁静感。这听起来像是逃离日常生活喧嚣的完美之选。事实上，它为放松身心、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和恢复活力提供了一个宁静的环境。神奇的地方往往能激发我们的灵感，唤起人们的惊奇感。绝对可以，它们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为世界提供不同的视角。我很高兴能亲身体验这种魔法，这听起来像是一段值得踏上的旅程。我相信你会被它的美丽和它提供的独特体验所吸引，为一次难忘的冒险做好准备。第35课：谈判价格。一定要从提供初始价格的一半开始，然后再进行谈判。谈判可能是达成更好协议的有效途径，你是怎么看待的？我相信，从较低的报价开始，为谈判留出空间，找到互惠互利的协议。这是个明智的策略，它为潜在的妥协奠定了基础。在谈判过程中保持尊重和礼貌很重要。绝对可以。保持积极和专业的举止有助于与另一方建立融洽的关系。积极倾听也至关重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可以找到共同点。我同意。通过积极倾听，我们可以确定他们的需求，并相应的调整我们的谈判。保持灵活性并对替代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至关重要。灵活性允许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并找到双赢的结果。请记住，谈判是一个让步和接受的过程，双方应该对最终协议感到满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目标是取得公平和互惠互利的结果。因此，在谈判时要保持自信、尊重并愿意找到共同点，它可以带来成功的结果。第36课：提高品牌知名度。我们的品牌知名度至关重要，我们该如何改进？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提高品牌知名度的一种有效方法是通过数字营销策略。数字营销可以吸引广泛的受众并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具体策略？
社交媒体营销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创建引人入胜的内容并与我们的受众互动，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确实如此，社交媒体平台为与潜在客户建立联系和建立品牌忠诚度提供了机会。此外，搜索引擎优化 SEO 可以提高我们网站在搜索引擎结果中的知名度。优化我们网站的内容和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在搜索引擎查询中获得更高的排名。我们也可以考虑网红营销，与符合我们品牌价值观的有影响力的个人合作。与有影响力的人合作可以帮助我们吸引新的受众，并通过他们的认可获得信誉。最后，印刷广告或参加行业活动等传统营销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有效。这是个好观点。传统方法可以补充我们的数字化工作，吸引可能不在线的受众。通过将数字和传统营销策略相结合，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品牌知名度，并吸引更广泛的受众。让我们制定一项全面的营销计划，整合这些策略，提高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第37课：审查和修改。该协议的条款似乎很公平，我们需要修改吗？让我们仔细审查协议，确保一切都符合我们的预期。绝对可以，必须彻底检查细节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审查后，如果我们发现任何差异或需要澄清的领域，我们可以进行讨论。这是个好方法，我们希望确保双方对协议有明确的理解。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提出修正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并确保公平性。在此过程中，沟通是关键。我们应该公开讨论任何问题或建议的更改。开诚布公的沟通将帮助我们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一旦我们进行了审查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继续进行了。同意。达成明确和商定的协议至关重要，以避免未来的误解。让我们仔细审查条款，提出任何修正案，并达成双方都满意的最终协议。第38课：英语学习课程。你熟悉这门英语学习课程吗？是的，我听说过，看起来很有趣。太棒了，我们应该开始为课程做准备。当然，我同意。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首先，我们可以收集一些学习材料，例如教科书和在线资源。好主意，我将搜索可靠的网站并下载一些有用的应用程序。太棒了，我们还应该制定学习时间表以保持一致。我完全同意，让我们每天分配特定的学习时间。练习口语和听力技巧也很重要。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语言交流伙伴。
是的，那将是有益的。我们可以练习与母语为英语的人说话。此外，我们应该制作词汇卡来提高我们的单词知识。这是个好建议。抽认卡将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记住新单词。最后，我们应该定期进行评估，以跟踪我们的进展。我同意，评估将向我们展示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地方。太棒了！有了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将准备开始我们的英语学习之旅。第39课，希望天气好。预报说可能会有阵雨。哦，我希望它能持续下去。天气预报可能是不可预测的，但让我们寄希望于最好。我有户外计划，所以如果下雨会令人失望。总是有点不确定，但有时天气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确实如此，在户外活动中，我会双手交叉以获得晴朗的天空。制定备用计划或替代活动总是件好事，以防天气不佳。这是个好建议，我会考虑一些室内选项以防万一。记得在临近日期时查看预测，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是的，我会随时了解最新情况，并在需要时相应的调整我的计划。希望天气能站在我们这边，你可以按计划享受户外活动。谢谢，我很欣赏乐观的前景，让我们希望有最好的天气。第40课，房间偏好。太棒了！你更喜欢哪种类型的房间？带私人浴室的单人间？是的，听起来很完美。拥有私人浴室会更方便。我同意，它提供了更多的隐私，无需共享设施。拥有自己的空间来放松身心真是太好了。绝对可以。此外，拥有私人浴室可确保您保持自己的清洁和卫生。还值得考虑房间的大小和便利设施。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偏好吗？我更喜欢一间空间充足的房间，可以舒适的四处移动，还有办公桌和 WiFi 等基本设施。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当你在住宿期间需要工作或保持联系时。没错，舒适且设备齐全的房间可以增强整体体验。在预订之前，请务必查看房间的详细信息和评论，以确保它符合我们的偏好。好主意！研究和选择合适的房间将有助于获得更愉快的住宿体验。同意，让我们找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单人间，以满足我们所有要求。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让我们开始寻找完美的住宿条件吧。